你相信温哥华也有一个童话般的住宿体验吗？就在温哥华市开车约1小时的郊区小城，叫做 Chilliwack， 能找到一间名叫真果客栈的奇幻旅馆。每一间套房都像是走进了故事书里面，从手工打造的魔法场景到专属花园与双人浴缸，每个角落都让人感觉像是置身于一个超现实的魔幻世界中。今天我们来到这，就是要来给大家开箱这个真果客栈的3大主题套房，有其中2套。第一间套房是1年前才盖好的探险船主题屋，叫北方之星。据说这里收藏着一名船长一生的传奇故事，跟来自海盗的神秘宝藏。第2间是隐藏在山丘下的地下小屋，看外形让我想到哈比人的家，入住在这就像是实现了童年的梦想。第3间是城堡主题的，那现在才开始盖，也许要明年才能够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除了开箱这间旅馆之外呢，这集也会跟大家介绍附近可吃可玩可看的地方，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温哥华这个郊区小城也是值得你花时间来这边走走逛逛的哦。好，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走进这个大人版的童话世界，看看这间传说中的中世纪魔幻旅馆到底有多么的梦幻，或者是有多么的不真实。Let's go！传说中，北方之星曾经是一名女船长的住所，而关于她搭乘 Avalana 上的冒险，则流传着无数的传奇故事。据说她曾发现一座藏满神话与童话奇珍的海盗巢穴，并立志将这些宝物送回他们原本的家。但多年以后，无人能得知这些宝物最后的下落究竟去哪了。然而，北方之星至今仍保留着几件来源神秘的遗物，等着后人来发掘。在船长舱房中度过一场梦幻的夜晚，与所爱之人一同在浴缸里放松身心，到绿意盎然的花园探索，挖掘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奇幻古物。就这么进入北方之星，沉浸在一场奇幻的冒险旅程吧。这谁画的？没有啊，这是电视啦。这个电视，还可以拉出来。哦，这是什么？还有我们帮他们吃，这还给你准备了 Coke， 哎，很酷哎。哦，还有这个。我要撕开了吗？这个是石印是不是？对。没有啦，这贴纸啦。这什么吗？你的手绘图，这是限量的，所以它只分了150张。我们是第35个入住的旅客。对。Guest book， 哇塞，我不敢选了。这是什么？这是放茶的这个 store， 哎，它是一只大象哎，就跟外面那个。哦，这个可以，这个再现代一点。这么多，这些都可以吃，可以。有一堆 cookie and chips， 然后还有 popcorn， 也是 popcorn。哇，还有 hot chocolate， 哇塞！还有饮料，这些全部都可以哦。 Oh my god！OK， 微波炉都比我们家大。还有吐司机，哎，它吐司机好漂亮。哦，咖啡机。这的 Curate。哇塞，还有壶也好漂亮哦。这个可以开吗？不行，不行。哦 ，coaster， 哦，可以开红酒。这里有上红酒吗？没有，那个一些 utensils。它怎么用 Curate？ 好酷哦！然后这是垃圾桶，洗碗架，这盘子，兵马俑。他搜刮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然后这是泡澡的地方，有一个人享受啊。不过它这个没有按摩浴缸哈，这可惜一点，但是也已经很不错了。是，然后这是bath，对，是。哇，我喜欢它这个马赛克的灯。哦，这个也漂亮啊。对，哇，这个瓷砖贴的很棒。对。它竟然有指甲刀，还有舒印 K， 护唇膏、Band-Aid、牙刷、牙膏，然后绑头发的，然后这后面还有 makeup wipe。哇哦，化妆台嘛，所以你会有这个镜子。Oh, you can you？ 哦，不是，人家女生卫生巾跟那个卫生棉条，哎，这还蛮骚风的。上面又是这个船长他曾经的收藏物，对，垃圾桶也很有趣。Necessary。 I thought you need to come here. Necessary。这个衣柜哦，上面有衣架，保险箱在这里。对，它真的不输5星级的配备，已经超有星级了。对啊，这个保腐。对啊。
OK， 来到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有2只。哦，有2只。没关系。还送我们巧克力，这里。还不错，很软。4个枕头，可惜我只有1个人睡。平常跟2个女儿挤在一个床上，我需要4肢伸展。哦，你看上面那个 fan 好可爱。哦，上面有 fan。应该是自己设计的。Fan so cute。如果没有2只苍蝇会更完美。它这个抽屉怎么那么可爱啊？是他们自己做的吗？因为很少看到这种小小的圆形。我这不能动。我现在想象我正在航向大海。这个是可以拉起来的。对，晚上要拉起来，要不然会太亮。它这个应该也是自己做的吧？这整个布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对啊，有2只啦，在那边啦，我就晚上怎么睡了？这是也弄得很立体，对吧？立体的。哇，哎，你们的 garden 更大，好可爱。这小池塘，好美的。哇，哈比人的入口，屋子上面也有这个树，对不对？它这个应该是仿照哈比人的模型去做的。我进去啦。据说这间地下小屋藏着一本属于你的爱情故事书。根据当地传说，这座地下小屋由 Burrows 家族代代传承，历史悠久。它隐身于私人花园的墙后，虽然小巧，却充满非凡的魔法与魅力。地下小屋位于地面，无楼梯可爬，适合所有需要在此地歇脚的旅人。有双人浴缸可与挚爱一同享受，也可在专属的花园里远离尘嚣，静静地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地下小屋的出现，仿佛实现了大人们的童年梦想。来到这间独一无二的地下小屋，就这么展开一段童话般的奇幻旅程吧。哎，你们是第12个。你们是不是也小心翼翼？对，没错。大家都想小心翼翼，生怕用坏。哇！ Oh, look at my kitchen. Look at all the spices. 这个垃圾桶啊。对。哦，这是过笔记啊。你们这里也有免费的食物可以吃，然后这是你们的杯子，跟我的杯子不一样，我那个是绿色的。你们这怎么一堆的 spice 啊？每一个 spice 都不一样哎。cumin 咖喱吧 curry。这家的主人很爱收集香料。对，真的假的？土耳其茶杯，会不会太可爱了？你们也有饮料、洗手液，然后我们也有 Keurig， 然后吐司，然后茶壶，这个也是电视啦。你们的厕所为什么这么大？比我的大哦，好温馨哦。这个帘子，哎，你们2个晚上今天可以，哇，可以舒服一下哦。哇，你看这些树根，哇，它就是楼上那个屋顶上那棵树，对，盘下来的根。然后这里面也一样啊，都会有一些批判品样品，每一个都是非常的精雕细致。这里有全身镜。这个风扇好漂亮哦，天花板的 detail 做得很棒，感觉做得像土一样。也有巧克力哦，好棒哦！你们这边没有蚊子，没有苍蝇，因为我们是住在地下，所以我也喜欢它这个地板。这是实心的，它是把它做的感觉像木头的感觉一样。哇！可以睡觉。 It's like a cloud。哇，真的很梦幻哎！哦，你们的浴缸更大，浴缸没有你那个座位。双人浴哦，双人浴哦，就差那个花瓣。它上面还有个 vent。哎呀，真用心哎！这一个 suite 就是走温馨风的，然后刚刚那个 North Star suite 就是走冒险探险风。好，所以今天晚上 Ricky 跟 Jenny 他们就会住在这个 Underhill 这个套房，那我就会住在旁边的这个探险屋。这间榛果客栈坐落在 Chilliwack 的 Yarrow 小镇里面，人口只有3000人，好像非常小。那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个镇上有一些什么东西，顺便找点东西吃啦。对，就觉得它知道人口只有3000人左右，果真如预期一样，能逛的不多。一条街上就只有消防局、图书馆、理发厅等等的小店，还有个小而美的公园、农场跟小型杂货店。嘿，也有可爱的冰淇淋店哟。也在路上设立了公用的迷你图书馆跟食物银行，让人自放自取。可以感觉得出，这是一个镇上人们都会守望相助、非常有凝聚力的小型社区呢。很少在外面的桌子看到还有摆盆栽的。
在温哥华可能就会被人家拿回家了吧。虽然不大，10分钟就能走完，但当时太阳快要西下，而且还有近在咫尺的群山在背景衬托，走在这边的街道上是非常舒服愉快的哦。但是这边餐厅竟然8点就要关门了，急得我们赶紧随便找了家在镇上显得稀有的印度餐厅，点几份外卖带回旅馆吃，简简单单摆几张桌子椅子，就这样升起如火，享受这间小屋花园带给我们童话般气氛的烛光晚餐。晚餐过后，我回到自己下榻的北方之星，打开了电视，选了个非常符合套房主题的海盗剧来看，并且享受接下来的一人时光。早安，我现在起床，现在在喝咖啡。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以为说可能会有一些声音，车子的声音，因为它这个是在道路上嘛。但其实他们这条小镇并没有很多人，所以晚上其实没什么车。一觉醒来，眼前看到的景象，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真的是很棒。那我必须要说啊，来这里之前呢，我其实原本以为它就是一个弄成像是一个主题的奇幻旅馆，然后里面的装置可能就弄得很华丽这样。实际上来体验之后就觉得这个比我预习的超出太多。跟一般我们去的主题乐园比较不同的是，可能就是弄个被套或者是弄个壁纸就可以称作它是有主题性了。但这家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式，每一个角落的细节都不马虎，所有的道具呢都跟主题非常的契合，而且所有的装饰都是用手工打造出来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入住了。而且走入套房里啊，你就好像是故事里的主人翁一样，去体验他想带给你的故事。像我待的这间北方之星，它讲述的就是一个探险家船长的故事，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船长啊踏过的足迹，他从世界各地珍藏的宝物，里里外外都有让人非常惊喜的地方，就像是住在他的世界里面，像是你把这个船长的故事又活了起来。然后 Ricky 他们待的地下小屋，可以看到满满的兔子的元素跟兔子一家人的生活的足迹，也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庭院里面种了一些菜，而且是真的菜，真的是很有心哎。拉倒是已经有了。里里外外看完一圈之后，就可以了解这个小屋家族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要跟5星级的旅馆比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种层次，像是你访客会有的专属签名的手绘图，我不知道是不是限量的。然后电器用品呢，也没随便拿便宜货给你，锅碗瓢盆也都很讲究，给的盥洗用品啊也丰富的就是意想不到。喝的跟零食的选择也比我见过的饭店还要多，他更不会啰啰嗦嗦的要多收你钱，全部都是免费让你拿。我不会说这家给你的是什么高大上的体验，但是呢，他们给的是满满的真诚跟用心，这是很多家高级饭店做不到的事。他们是家族经营嘛，与他们聊天的时候，可以打从心底的感受到这家主人他们对旅馆投入的爱跟心血，还有对待访客就像是对待朋友一样，知道我们要过来，还特地带我们参观他们的幕后工厂跟工作室，就连他们还正在建的第3座的城堡主题套房，也很不吝啬的就带我们进去观摩，丝毫不介意让我们看到里面施工的一些混乱的情况。与创办老爷爷聊天的时候啊，也可以理解到打造奇幻建筑是他一生的梦想。我觉得他们做了这间旅馆绝对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应该也赚不到什么钱。总共只有3间的主题套房，一次只能住2个人，到底是要赚什么？不只是这个 hotel， 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以为这一栋也是 hotel 的一部分，结果不是，是他们主人的家，把他们的家也打造成这么样的童话风、梦幻风，实在是太酷了。
他们也曾经有邻居质疑说，把自己房子改造的这么的童话，会让房价贬值，卖不出去。然后他就很霸气的说，他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让邻居开心，而是为了自己而活。心中既然有梦想，就放下担忧的去做。是啊，人生不是就只有这么一次吗？有梦想就放手去做吧。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我已经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他们的梦想，感受他们用双手编织出来的梦。这家对细节的讲究跟独特性，我想全世界应该是没有第二家可以比的吧。我很开心加拿大有这么用心的一家主题旅馆，而且还是在我们加拿大西岸这边，温哥华开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这种带着梦想，然后设计又细腻的这种主题旅馆的出现，这样以后我们就能有更多更好玩的这种体验了。Many years ago, on our honeymoon, Haley and I had opportunity to stay in a tiny tower room in a beautifully restored castle. It was an absolute magical experience, and Haley suggested we build our own little castle hotel at home. I was captivated, and we began dreaming together. Hazelnut Inn is a fruition of these dreams, and we hope your stay here is as magical as ours was all those years ago. Peter and Haley. 好啦，那我们呢就要去退房了，然后呢就带大家逛一下 Chilliwack 这附近有哪些地方适合来玩个1日游。但是首先我们要先去吃这边好吃的早午餐，走。哇哦！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是在西河旁边的一个 brunch， 然后这家专门是主打素食的餐厅，然后 review 也很好，所以我们就选在了这一家。现在就是坐在窗外看美丽的山河景。其实原本想要坐外面，它外面也有 patio， 可是我个人的过敏实在是太严重。Foodie blogger 通常就是需要自己的专业。我这个是 beach milk， 你看它拉花也是拉得很美，很漂亮的。我觉得你有第一个味道，淡淡的甜味，它其实糖可以再加多一点，非常淡。对，这家是因为是素食餐厅嘛，所以走的算是健康式的，不会给你加太多的糖。这个是 Brekkie Sandal， 哇，它做成像汉堡一样。Patty 是 egg patty， 好酷哦。里面有 cheese 丝，非常的素食。平常我不吃素，可是很少有专门做素食的 brunch 餐厅，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来试试看，偶尔养生一下，可以来这一家。主要是有机会。刚刚第一口没有吃到它里面的酱，它里面有个特制的类似番茄的酱，这样吃起来就比较有味道一点。我刚刚咬第一口还觉得哦 OK 很清淡，现在总算有入味了。它这后面还有跟运动场合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可能现场会有点吵，我不知道这个收音会怎么样，大家包涵一下。这是他们的 blueberry scone， 也不错啦。我觉得 scone 好吃，很蓬松，它的甜度也不会过激。应该是不会是很腻。完食。OK， 那现在呢，我们刚吃饱了，要动一动，消化一下。Chilliwack 它可以玩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少，有部分呢其实是围绕着这边最出名的 Coutts Lake。Coutts Lake 是很多温哥华家庭周末或暑假来度假的首选之一，因为有很出名的室外水上乐园，对面就是亲子友善的儿童游乐园，旁边也有高尔夫球可以打。这个湖本身也是可以让人待上半天1天的地方，风景好，也很适合玩水划舟。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茶壶之丘，这边是一个适合健走的地方，全长大概5公里左右，是全家大小都适合走的难度。快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慢一点呢，可能就2-3个小时。我们才去走过 Grouse Grind， 这边不算什么啦 ，Piece of Cake。这边特别的地方就是沿路可以发现各种样式的茶壶，所以 Teapot Hill 也是这样命名的。啊，这里也有，这个很漂亮。不知道当初是谁想说把这个茶壶放在这边，结果就变成是一个景点了。这就像很多那种爱情锁、爱情桥，大家就放上去，结果就变成一个景点。茶壶，哦，好，已经不是变 teapot 了，什么东西都能放。应该快到了，终点了。哇哦 ，OK。就是这边看出的景，其实看不到什么。照道理说，这下面是一条大湖啦，可是我们被树挡住了，所以看到围栏，我们就到了终点了。
不过路途没有什么大景色，所以不建议特别的从温哥华过来，除非你是刚刚好来到 Colders Lake， 然后呢可能也有1-2个小时没事，那你们其实就可以过来这边走走，因为算是一个还蛮有意思，可以拍拍茶壶照的小景区。好，现在来到 Chilliwack 的市中心，而在这个市中心的中心有一小区叫做 District 1881， 是 Chilliwack 的经济跟商业中心。它里面的一条街走进去就像进到了小欧洲一样。但因为之前有拍过一集是圣诞特辑，所以今天我就不进去了。这次来市中心给大家看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边的壁画的文化。像这个是其中一个 Chilliwack 的 Mural Festival 已经举办连续6年，每年都会新增许多来自加拿大跟其他国家的壁画家作品，连垃圾箱都画，最美丽的垃圾箱。今年已经有超过40种，把整个城市化身成户外的艺术馆，来让游客观赏。很喜欢在一个城市悠闲走走的同时，一转一个角落就出现一幅大型的艺术品，给你一个惊喜。前面又有一个。Chilliwack 是个文化和历史并存的城市，有大自然，有深厚的农业发展。别看它离温哥华有1小时的距离，这几年来也发展的蛮不错的，美食和风景兼具。现在连超吸睛的奇幻风格旅馆也都有了，希望日后也可以有小孩子也能入住的主题旅馆选项。然后每年呢也都会有郁金香节、向日葵节，这边也都能看得到，甚至还有酒庄也可以逛。整体来说呢，相较于温哥华的繁忙节奏 ，Chilliwack 更轻松自在。值得过来玩个1-2天，来个周末轻旅行。那影片看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想要来 Chilliwack 玩了呢？下期见，拜拜。